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日本租房的初期费用。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初期费用需要拿出来单独聊一下？实际上呢，日本租房子的时候，初期费用和我们所熟悉的美国的月租是属于不一样的。而初期费用最便宜也是要平常的月租费用的2倍左右。像东京圈，如果你是去找的中介类型的，或者说是管理公司的话，一般都是按照6个月左右的房租来算这个初期费用的。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租一个5万日元每个月月租的房子，那么在东京圈的话，你的初期费用便宜的话可能是11万、12万左右，贵的话是需要达到30万左右才能租。上一期我讲租房子的坑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过这3种类型的租房，一种是房东直租，一种是管理公司，一种是中介公司。其中房东直租是属于最便宜的一种方式，而管理公司和中介公司一般都是我们所说的比较贵的，或者说是最贵的一种形式。它的在东京圈的租房费用一般都是月租费的6倍左右，也就是6个月左右的房租。而房东直租一般是2个月左右就可以开始租房子了，也就是他们的初期费用是房东直租是大概2个月的房租，而管理公司和中介公司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的房租。然后我们开始找租房相关信息的时候，一般是通过2种方式，线下或者线上。线下的话，你能接触到的一般就是管理公司以及中介他们所开的一些实体店。线上的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Small、Homes 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网站。但是这里有个注意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无论是 Small 还是 Homes， 甚至说其他类似的网站，他们其实都是并没有自己的房源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只是一个提供给其他比如说像管理公司或者中介这种类型的公司发布广告的一个平台。也就是你最终签合约的时候，你需要去的地方一般是中介或者管理公司，实际上是管理公司才是最终的，因为中介他会在上面发广告，但是呢，他签合约的时候，刚开始第一次帮你申请房子的时候是中介帮你申请，然后你在上面签字，但是最终签订这个租房合约的时候，你是需要去管理公司本部的。如果通过中介的方式的话，用图来表示的话，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管理公司会把他们的房源发布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然后中介公司从管理公司的网站上把他们的房源又引入自己的网站，或者说再把他们发布到网络公司，也就是说 Smooth 或者 Homes 这些平台。然后我们用户通过 Smooth 或者 Homes 这些来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般能找到的大部分都是中介公司的相关的一些连接，就是我们第一步可能会先联系上这个中介公司，跟中介公司确定好我们要租的房子各种事项确定好以后，然后我们进行第一次签约。第一次签约完成以后，然后等待那个审核通过，审核的话就是房东以及保险公司都把你通过以后，那么你就需要去管理公司交初次的初期费用，以及签下最终合约，这就是我们租房的一个大概流程。我们所说的初期费用呢，一般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房租，而房租不仅仅只是房租，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费用包括在里面。而我们所讲的房租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费用。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房租，每个月一定要固定要交多少钱，还有另外的就是管理费或者公益费，以及其他的月额费用。而其他的月额费用呢，根据你在保险公司或者说你所在的中介又或者是管理公司的不同，他们有一些变化的。比如像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月额保险，也就每个月需要固定分摊的一部分保险，然后是停车场的费用，有一些的房子停车场是免费给你的，但是呢有一些是需要你额外交的，包括自行车停车场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一些其他比较杂的一些各种服务费，比如说24小时服务费用等等，这些比较杂的费用。然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礼金、押金、中介费，然后初期保险费用以及清扫费用。在这些费用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额外小型的费用，比如说像钥匙交换费用等等，这种比较杂的一些小型费用。
这些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就是差不多是4到6个月左右的房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初期费用。接下来我就通过石墨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通过石墨来找到你所要找的这个最终联系公司。屏幕里呢是石墨的主页，首先我们要找到要租赁的这个板块，也就是这个板块，然后我们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地方，我们就点关中圈，然后随便找一个地方，我就随便找吧，比如说像东京都，然后县我随便找，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里面去看一下，因为这些都是大同小异的，你可以通过县，也可以通过区域来进行寻找。选择好以后，我们就进入房子的选项，然后这里就可以看见一些比较杂的一些，或者是比较细小的一些选项。像第一个就是房租，我们可以选从以多少为下限，也就是3万，或者说没有下限，然后上限是多少来进行选择，我们就选择一个上限为5万的吧。下面一些选项呢，像这个，比如说是从车站到这些房子大概多少分钟的距离，你所需要的房型以及建筑的类别，还有年数、专有面积等等，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比如像那个厕所是分开的，或者说2层以上的建筑，又或者有停车场之类的一些比较细的选项。这些选项如果是日语比较好的，那么你就直接看日语就可以了。如果日语不太好的，你可以通过谷歌浏览器或者说其他浏览器自带的一些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说其他语言，然后再进行选择就可以了。我这里呢只是做个演示，就不做太过于详细的一些选择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选择我们所要在的地区，比如说我们觉得东京太贵的话，就随便选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就选一些，比如说新桥这些，随便选几个地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就以这个条件来进行检索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我们设定的是5万嘛，所以说但是东京圈内的5万的话肯定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这里就把这个上限给取消掉，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类型的房子了。我们这里呢就随便点一个进去看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就点击这一个进去看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找到他们这一个中介。这里是里面的详细页面，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信息。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所知道的房租，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管理费和公益费，这里是写着有的。其他的费用的话，如果是他写的话，那么他这里会就给你要求是比如礼金、押金、保证金，这些都可以写上去，但有一些他是没有写的，所以你就直接这里看一下就可以了，有的话你就注意一下，没有的话你就直接带过。然后接下来我们是看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首先是所在地，这个是它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指的是到车站要多少距离，这里的车站一般指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电车的车站，而不是巴士的车站。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是单间，然后是专有面积是 23.8 平方米，然后是年数是64年，它在2楼，以及朝向北的，然后它是属于一种公寓类型的，或者说是小型公寓，这个比较好听一点。这个物件所属的管理公司或者中介，我们可以通过2个方法联系上他们。第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网站自带的一个邮件询问，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他们的电话号码直接进行联系。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电话号码寻找的方法。在石墨上记载着管理公司或者中介的电话号码的地方呢，有很多个地方。首先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开头的首页的进来的这个右边这里就是他们的联系方式以及他们的联系电话，然后是下面这里有一个，再往下面在这里一般会有一些房屋的一些情报的这个上面，也就是像物件概要的上面，这里也会有一个联系的方式，然后再往下拉下来又是一个联系方式的一个地方，这就是第4个地方。然后再往下就是更加详细的这个店所在的地方以及它联系方式，它离车站有多远的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联系。直接联系这个店铺的方式呢有很多种，第一种呢就是直接打电话联系，而第二种呢就是直接去这个地点，去他们所在的地点去联系他，也就是去他们店里面去联系。另外一种比较花时间的一种联系方式就是邮件联系，它就是
一直拉到最下面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可以进行直接的邮件联系。这个方法是比较花时间，但是呢，如果你的口语不太好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边进行联系。最后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有的房子，它这里拉到最下面以后，一般是只有这一个询问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有一些房子，就比如说现在这一个，它再往下拉，你就会发现，把这个物件登录到私募上，居然有3家公司都把它登录到这个上面。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讲的，这3家里面有可能3家都是中介，或者其中2家是中介的情况。当你不确定哪家是中介，哪家是管理公司的时候，第一个方法就是你把这个物件相关的一些情报或者它的名称直接复制粘贴到谷歌上进行搜索，去看一下最终记载的是哪个公司的网站。也有另外一个情况是，这3家都是中介，然后他们把某个管理公司的这个信息也同时复制粘贴到了自家的网站上。但是你去谷歌搜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们的网站上也都能搜索到这个物件。那么这个情况就只能去线下实体店去看一下它到底是哪一家公司的了。也有可能这3家也还是全部都是中介，你无法联系到最终的这家管理公司。如果遇到了上面的情况，你就只有几个选择的。第一个是放弃这个物件，第二个呢是给自己留下足够多的时间，让这些中介去帮你申请这个房子。我们刚刚在私募上讲了如何找到中介公司或者是管理公司的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通过中介和管理公司以及自己找房东直租的话，他们的价钱相差大概有多大。这个表格我会上传到我的谷歌云上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下载下来，计算一下你所要租的房子所需要花费的大概费用。只要你找到的费用都是比较全面而且真实的费用的话，它计算出来的价格和管理公司或者中介给你的初级费用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好了，废话就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讲解一下这个表格的环节。表格呢，我大体是分为4个区块。首先是第一个区块，就是初期房租里面是比较固定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它的费用是比较固定的，基本上每个房子都可能会收费的一个板块，也就是像月租、礼金、押金这些。第二个区块呢是其他费用里面，我这分为2个小块。第一个是每月的一个小块，也就是每月费用它是都需要交的，比如说24小时费用什么的，然后以及单次费用区块。第4个板块呢就是总费用板块。总费用板块这里又分为2个小的地方，一个是初期总费用，还有一个是每月总费用。初期总费用就是我们第一次租房子所需要缴纳的总费用的费用，而每月总费用就是你每个月，也就是你除息以后的第2个月开始，每个月所需要缴纳的总费用。这之后的呢是他们所对应的人民币的一个金额的花费，以及它的汇率是同步于实时汇率的，所以它是可以实时计算这个汇率的。我这里用来举例的房子呢是房租是4万，管理费是1000日元的。首先，如果你是通过中介或者管理公司进行的话，那么你可能需要缴纳的礼金或者押金是肯定是需要的，然后就是每个月的保证金也是需要的。停车场费用呢，我们这里就暂时先不算。然后是保证金是多少，我们这里是需要算的。这个保证金呢，它和每月保证金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分开的。每月保证金是每月保证金，而这个总保证金是总保证金，这是属于初期保证金。然后呢是这里入住的日期，就是比如说你是这个月的17号入住，然后但是呢这个有31天，然后它剩余天数是多少，它也会自动计算出来，以及当月你需要缴纳的费用是多少。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小知识，也就是关于你在日本租房子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好的初期费用呢，就是在每月1号的时候入住是最好的。因为日本的房子，如果你并非在1号入住，而是其他天数入住的话，它会根据天数，也就是这个月的房租除以天数来给你计算这个总价格。
然后其他费用这里我只算了一个每月24小时储付费，也就是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都可以直接发邮件或者打电话去询问这房子出了什么事的，以及其他的比较重要的几个费用，比如像火灾保险、钥匙的换取费用以及清扫费这些。按照表格中的价格我们来进行计算的话呢，我们这里的大概花费就是需要29万，将近30万日元的花费。也就是如果你是通过中介或者管理公司来进行租房子，并且礼金、押金、中介费、保证金这些都算上去的话，那么你的房子的租房费用就会达到惊人的29万每个月，也就是将近是7倍左右的，也就7个月房租左右的初期费用。如果你寻找到的是没有礼金、没有押金的房子的话，比如说现在没有礼金、没有押金，然后我们的保证金这边只算50%来算的话，那么你需要的费用也是要高达将近是19万日元左右。如果我们的中介费这边再给它减一些，给它减成50%的话，那么你也还是需要将近17万日元左右。这就是我们去找通过中介或者是管理公司的形式的时候得到的房子的一个初期总费用的一个大概价格。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如果你是通过房东直租，你大概需要交多少钱？如果你是通过房东直租的话，基本上很多个费用都肯定是可以省略的。首先，礼金和押金基本上是可以省略掉的，这里可以省略掉。然后保证金这方面是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每个公司都是需要保证金的。然后保证金的比率的话，是看你的所在的这一个管理公司或者说房东他是怎么要求的，以及中介的费用是可以100%是可以省略掉的。然后下面的费用的话，接下来就是火灾保险是肯定需要的，换钥匙的费用可以省略掉。然后清扫费的话，你可以跟中介商量，你是在退房之后交还是退房前交？有些中介是或者是房东是可以商量的，比如这种我们按照退房以后再交的话，那么就按照0来算的话，这里就计算出来我们如果是通过房东直租的话，我们每的初期费用是多少？那么这里的初期费用就是只需要10万日元，你就可以租到这个房子了。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小知识，或者是一个小优惠，那就是如果你通过房东直租，有的房东他会给你一些额外的福利，比如说给你免1个月的房租免掉。免1个月房租呢，一般是免的是次月，而并非当月。以上费用就是本期有关于日本租房初期费用的相关知识普及，以及如何在市面上寻找管理公司或者中介公司相关方法的普及。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的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